抱怨，泯灭坚强的斗志。抱怨是人们发泄心中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抱怨情绪是人们与现实矛盾进行对抗的手段之一。生活的繁琐、工作的压力、感情的不顺心等，都能够给人带来无穷的压力和烦恼。可是你注意到了吗？一味沉浸在抱怨情绪中的人，非但不会感到快乐，反而会纵容不良心态的滋生。所以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杜绝抱怨情绪的侵袭，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。美国著名的心灵导师威尔·鲍温经常听到周围的人在抱怨，有人抱怨天气，有人抱怨工作，有人抱怨物价上涨，有人抱怨孩子调皮，各种各样的抱怨声充斥在威尔·鲍温的身边。他认为是时候发动一场不抱怨的运动了。不到1年时间，威尔·鲍温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招募了600万志愿者参与了这项活动。活动的内容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左手腕上戴上一条紫手环，当你抱怨的时候，就要将紫手环戴到右手腕上，以此类推。只有紫手环在同一只手腕上连续21天不更换时，活动才算成功的结束。威尔·鲍温称，当你成功的结束这项活动，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养成了不抱怨的好习惯。这个时候思维开始改变，恭喜你可以用心认真地打造自己的生活了。心理学家认为，抱怨最直接的诱因是对现状不满，也就意味着当事人内心里有一个标准或期望值。当现实生活与自己预期的目标不相符的时候，怨言就很容易产生。美国作家道格拉斯·勒尔顿在《不抱怨的世界》中写道，生活是不公平的，你要去适应它。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人都在抱怨，可是抱怨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让自己陷入悲观和愤懑之中，失去了昂扬的斗志。人生随时可能会遇到种种不如意，抱怨情绪产生的时候，个体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。在负面情绪和消极心态的双重作用下，喋喋不休的抱怨者看到的都是生活阴暗面。反之，如果你用积极的思维去看问题，那么不但可以减少抱怨，而且还能让自己生活得有滋有味。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误，经理却将杨雪颖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顿。原来昨天晚上应该杨雪颖值班，可是同事小赵在临近下班前找到了她，低声下气地说，杨姐，明天我有事，咱俩把值班时间对调一下，今天晚上我值夜班，明天的白班归你。看着小赵诚恳请求的样子，杨雪颖同意了。不过工作认真谨慎的杨雪颖及时打电话通知了人事部，做了值班调换备案。谁知道那天晚上，贪玩的小赵趁着值班时间溜出去找朋友喝酒，一直喝到大天亮。就在没人值守的当口，机器运转出现了严重故障，生产线被迫全部停止，公司损失惨重。经理在半夜接到机器故障的电话后，急急忙忙地赶往工厂，可是他没有看到任何值班人员。经理查找到原来的值班表格，发现当晚值班的竟然是工作一向努力的杨雪颖，不禁大发雷霆。听着经理的责骂，杨雪颖心中十分委屈，她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向经理解释。散会后，杨雪颖找到经理，将自己与小赵换班的情况如实诉说，并且告知经理对调值班的事情人事部已经知晓。经理在查证杨雪颖所说属实的情况下，立即向她道歉。走出经理办公室，杨雪颖的内心依然不能平静，平白无故被领导责怪了一通，心里多多少少存在个疙瘩。就在此时，同事们围了上来，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个不停。小 A 说，
要我说，你就应该和经理好好理论理论。要是我，肯定会当众反驳，绝对不会给经理留任何面子。小 B 说道。听着同事的话语，杨雪颖也很想抱怨，不过她突然想起自己在书中看到的一句话：不抱怨的天空才美丽。于是她笑了笑，轻声对大家说：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过去就不要再提了。同事们听到杨雪颖的话都非常诧异，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受了如此之大的委屈，杨雪颖竟然能够一笑了之。杨雪颖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情，她自言自语地说：抱怨没有任何用处，要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我的责任心。之后，杨雪颖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。杨雪颖的举动都被经理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他认为杨雪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优秀员工，决定给予重用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会被一些事情搞得心烦意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抱怨就像是无用功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会加深矛盾。故事中的杨雪颖是一位非常睿智的职业人，她并没有用言语来发泄心中的不满，而是管住了自己的嘴巴，用乐观的态度来对待事物，从而激励自己不断前行。心理学家皮瑞拉博士讲过，有很多困境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，与其用抱怨来为自己制造困境，倒不如摆脱负面情绪的桎梏，用积极思维去对待世间的一切，寻找不一样的世界，领略不一样的风采。深陷抱怨情绪中的人，很容易被负面心态所掌控，令自己处于很难改变的被动局面。所以，我们应当做到遇事不要着急，冷静地分析对待，用实际行动终止无用的抱怨，重新唤起坚强的斗志。